吃呢都吃。哎，这人到了，领了40万活了，给人家没得抬给他。那个咋看的好家伙？好家伙！这边整体我们先打上水平，然后今天的主要任务呢，要把这边的模板开始要安装了。这边的砖墙我们也快砌好了，这也是扩展的地方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早早的就从家里出发，来到江边改造木房子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要开始给厨房的位置装模板，然后厨房的顶上我们要打块橡胶板。师傅他们呢就在那边做工，待会儿呢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小的不行，我不赞成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多钟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要急需解决。这个顶呢是橡胶板，全部都要打上泛泥土。那这个跨度啊太大了，7.8米左右，不管是横着还是竖着，都是7.8米的一个跨度。这边要打一根梁，打这根梁有这么大跨度，肯定是不行。我们想到要在中间做一个支撑点，类似于一根立柱。这样子呢，把它从中间隔开，一边呢就将近3.5米左右，这样子承受力会更好一些。要从中间做一面隔断墙的话，这样子也是行的。但是这一面隔断墙，如果从中间砌啊，比如说从这里砌，然后到这边过去的话，那所占用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。本来这个厨房呢，我们就不想隔开，想给里面留宽一点。以后呢，餐厅也在这边，所以说现在目前是准备2个方案，在中间做一个支撑点，或者砌一面砖墙，把它从中间隔开。这2个方案正在想怎么去做，所以我们都商量了好久。以后这栋房子的楼梯我们是准备从这里走上去的，相当于是在室内，这样子要更方便一些。这边就是一个过道，过道我们留的是1.6米的宽度，从木房子过来，这样子下雨天就不要从外面经过了，对于生活起居也更方便一些。这根圈梁呢是直接往这边打过来，然后呢打到这面墙之上，在中间呢我们决定了还是做一个支撑点，相当于一根立柱一样的，这样子呢就把整个上面的橡胶板给它1分为2，最大的跨度也就达到了3米多一点，这样子呢应该就是没什么问题了。既然现在决定了下来，我们马上就开始要做了。这边的砖墙也快砌好了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。扩展的也是1.1米到1.2米的尺寸。之前啊，我们在底下是做了一个地梁，里面是打上了钢筋，做好了基础。这里也是很大的一扇玻璃。以后啊，这里面就是一个房间了。这底下我们是用水泥砖这样子横着摆放，留了通气孔，因为
里面呢要装上木地板。今天早上过来就发现这边江面的水走得比较快，应该底下的水电站呢这个时候在放水。这底下呢我们要砌一面砖墙，现在正在挖泥土做基础，那边有师傅在装模。这边啊，整个外墙基本上这些砖墙都砌好了。整栋房子呢是往外面扩展了1.1米，往背后呢也是扩展了1.1米。看这两边的砖墙砌好了之后啊，整栋房子的大门就像一栋吞口屋一样的。我们是走到这个位置，可以给大家看得更直观一些。堂屋是凹进去的，两边是凸出来的，就像一栋吞口屋了。当然后期的装修过程当中，如果我们感觉这样子不好看的话，也可以把整个堂屋给做出来，意思呢把大门给去了，然后呢大门延伸到我们的两边砖墙位置，相当于整个这个塞壁部分呢也是一个平面，这样子呢整个堂屋更宽了。你们觉得哪种比较好呢，朋友们？看这边留的窗户也是非常大的，到时做的也是全落地窗。整个屋檐啊现在是凭着我们的砖墙，后期我们在改造这栋木房子的过程当中，要把整个屋檐全部要深一些，意思呢也就是往外面扩展。以前这栋房子的进深实在太小了，大概也就5.5到6米左右吧。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后啊，房子的进深差不多达到了8米左右。4.8米。这个点呢，我们已经是固定下来了。那边是4.8米，这边呢将近有3米左右。中间啊，以前是有一根梁的，刚好这个支撑点呢，我们是放在这根梁上。实际上这样子也挺好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里面呢是占用了一小块地方，外面呢就宽了许多。肯定啊，以后这个厨房呢，我们大部分的活动空间是在外面，里面呢应该就是一个厨房。有些灶台，所以这根立柱呢可能会占用厨房的一点点空间，这影响应该不是很大。看这边是挺宽的，这个厨房呢我们应该是紧靠着这边的墙面来做。有灶台，有洗脸盆，然后呢最里面呢可能我们会留一些排插，放上电器之类的。这边靠近外面的位置呢留了一扇窗户，光线也比较好。炒菜的同时呢还可以看看江面，对不对？外面呢是一个活动区，平时呢有客人过来，在这边可以吃饭，大家一起聚一聚，喝喝小酒。基本上啊，今天我们要把规划给做好。这边刚刚是规划了一根立柱，做一个支撑，然后那边呢，砖墙的位置和木房子是紧贴着的。木房子呢，我们要整体给它抬起来，相当于把整栋木房子给升高。这个样子的话，就事先要规划好。然后啊，过几天我们要把木房子屋顶上的瓦片全部放下来，
再用人工把房子抬起来。整个木房子呢，每一根立柱的下方我们要基础重新做，所以啊，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施工过程。事先一定要想好这个尺寸啊，一定要固定好。所以啊，现在师傅们正在商量。大家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一下，这边砖墙和立柱之间是有个缝隙的。后期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再来处理这个问题。相当于现在整栋木房子呢，它的立柱啊是紧贴着地面的。这个样子呢，装修好了之后比较容易受潮，以后呢立柱容易腐烂，包括这些方子呢也都容易腐烂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整体把木房子提高起来，这个样子呢一次性全部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而且这样子呢对于木房子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对于我们人呢居住在里面，离地面更高了，那这个样子装上了木地板之后啊，住起来更舒适干燥了。所以这期的视频呢我就不拍的很多，大概就是给大家说一个我们的一个规划吧。首先就是厨房怎么去做，怎么去做圈梁，然后呢整个木房子怎么去升高改造。这一面墙啊要拆掉了，这边砖墙砌好了之后啊，扩展了这么宽，这里面啊全部都需要装上木地板。以后我们做隔断墙的位置，差不多呢就是紧靠着立柱的位置来做，背后的这个房间呢就比较宽了。现在2楼的这些楼枕啊全部都已经做好了，包括屋顶上的领子全部都做好了，只等着这边厨房的位置装好模板，打好线胶，我们就开始要把那一间煮饭炒菜的那些设备啊，还有我们的工具搬过来，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对木房子进行改造了。那边拉水泥的车子已经过来了，今天又买了5吨水泥。刚刚啊，我和师傅把这边厨房顶上的钢筋，还有窗户的，还有上面的圈梁，所有的钢筋全部都已经算好了。现在我马上要到城里面去买钢筋，然后还带点其他的材料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么小小的一栋房子，所需要用到的材料是非常多的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